第10节食品感官分析的各类实验。一、味觉敏感度的测试。一、心理物理测定法。这种方法操作简单，容易实现，但主观性和误差较大。取4种标准味感物质按几何系列或算术系列进行稀释，以浓度递增的顺序向评价员提供样品，品尝后记录味感。2、生物电位测定法。这种方法减少了主观误差，但在测定过程中需要受试者一直保持相对静止状态，否则会影响电极稳定性。3、菌状乳头计数法。这种方法需要与其他方法并用。4、基因分型法。这种方法所需技术含量和成本较高，也需要与其他方法并用。另外，还有一种方法是使用不同浓度的味觉物质溶液，例如酸、甜、苦、咸的溶液，然后让受试者品尝并记录感觉。每个人经过品尝识别到的最低浓度，则代表了这个受试者当时感官的敏感度。2、嗅觉辨别试验。嗅觉辨别试验是一种用来评估食品样品的气味特征和辨别能力的方法。在这种试验中，参与者通常会接触到一系列不同的食品样品，并被要求辨别每种样品的气味。这可能涉及到参与者通过嗅闻食品样品来识别特定的香味或气味。这种试验有助于研究人员了解不同食品之间的气味差异，评估消费者对不同气味的感知和喜好，并为食品制造商提供改进产品配方或开发新产品的建议。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方法。1、嗅觉习惯化和去习惯化测试。2、嗅觉偏好测试。3、嗅觉检测阈值测试。4、嗅觉短期记忆测试。5、嗅觉学习和辨别测试。3、差别试验。其目的是确定2种或以上的产品之间是否存在感官差异的检验，或检验产品之间是否相似。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差别试验方法。1、成对比较检验法。2、3点检验法。3、3点检验法。4、A 非 A 检验法。5、5中取2检验法。4、排序试验，主要用于比较多个样品在某一特性上的差异。以下是进行排序试验的基本步骤。1、确定评价指标。首先，你需要确定你想要比较的样品特性，例如甜度、新鲜程度等。2、样品准备。准备好你想要比较的样品，通常是3个或更多。3、随机排列样品。将样品以随机的顺序呈现给评价员。4、进行排序。评价员根据指定的特性，如从弱到强，或从差到好等，对样品进行排序。5、记录序位。给出每个样品的序位及计算制的和。6、统计比较。然后进行统计比较，比如使用 Friedman 检验。5、评分试验。食品感官分析评分试验是一种系统性的方法，用于评估食品的感官特征，包括外观、气味、口感和味道。通常，一组经过训练的专家，也称为评审员，会尝试食品样品，并使用标准化的评分表来记录他们的感受和评价。评分表可能包含多个项目，每个项目对应着特定的感官属性。评审员根据他们的感受给予每个项目一定的分数，这些分数可以被用来比较不同样品之间的差异，评估食品的质量和可接受程度，主要用于评价样品的特性和嗜好程度。6、感官剖面试验。食品感官分析剖面试验是一种用来评估食品口感和质地的方法，它通常涉及将食品分成小块，然后由一组经过培训的专家进行品尝和评分，以确定食品的各种感官属性，如外观、口感、气味和味道。这些专家可能会使用一些标准化的评分表来记录他们的感受和评价。这种试验有助于食品生产者改进他们的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口味和偏好。7、风味描述试验。描述试验是一种系统性方法，旨在记录和描述食品的感官特征，包括外观、气味、口感和味道。在这个试验中，经过训练的专家，也称为评审员，会尝试食品样品，并使用详细的语言来描述他们感受到的各种感官属性。这些描述可能包括食品的颜色、质地、气味的强度和特点，口感的口腔感知，如咀嚼性、脆度、粘性以及味道的类型和强度。
这些描述可以提供关于食品特征的详细信息，有助于了解食品的品质和消费者对其的感受。8. 嗜好型试验。嗜好性试验是一种用来评估消费者对食品喜好程度的方法。在这种试验中，参与者会尝试不同的食品样品，并根据他们的个人喜好程度进行评价。这些样品可能包括具有不同配方、口味或质地的食品。参与者会根据自己的口味偏好和感受来对每个样品进行评分或排名。通过分析参与者的反馈和评价，研究人员可以了解消费者对不同食品的偏好，并为食品生产商提供改进产品或开发新产品的建议。9. 成对比较检验。成对比较试验是一种常见的感官评价方法，用于比较两种不同食品样品之间的感官特征。在这种试验中，参与者会依次尝试两种不同的食品样品，并根据各种感官属性如外观、气味、口感和味道进行比较和评价。通常，参与者会被要求在每次试验后给出对两种食品样品的偏好程度，或选择哪种更符合他们的口味。通过这种对比试验，研究人员可以了解到两种食品之间的差异，并评估消费者对他们的偏好。本视频号利用10节课程简单概述了食品感官分析学的大概内容，希望这些内容能引发对食品感官学有兴趣的朋友的一些共鸣。晚安，今天视频就介绍到这里，欢迎分享与传播，谢谢。